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我国将在西藏新建58个通用机场，印度又要紧张了。2020年6月15号，印军在加拉万河谷挑衅我国领土主权的时候吃了大亏，碰了一鼻子灰，还出现重大伤亡。这让印度政府多少认识到了印军与解放军在战斗力上的巨大的差距。但是他们仍然不死心，一面与我方进行军事谈判，降低对峙的等级，稳住时空线的阵脚；一面大力的加强边境地区战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图将来再战的时候能让印军有更好的表现。比起边境线我方一侧的高原的环境，印方的地理环境要好得多。按说印度进行战场基础设施建设要更加容易，但是近几年，我国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远超印度，在中印对峙的前沿地带，新建了大量采用高技术新技术的高原兵营，建立了完善的通信监视网络。更让印度震撼的是，去年一些美国媒体利用商业卫星照片，发现中方在西藏已经新建扩建了多个军用机场，并且在班公湖上建成了2座平行的跨湖大桥，大桥两端配套的公路也正在迅速的修通。这些基础设施彻底的解决了我军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兵力机动和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今年2月初我国又宣布了西藏自治区的2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再一次给了印度2次震撼。首先，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对外公布了西藏自治区通用航空发展规划2021到2035年。规划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在西藏地区新建58个通用机场，近期目标是到2025年力争新建14个通用机场，按需建设200个左右的停机坪。中期目标是到2030年将通用机场体系基本建成，力争新建26个通用机场，按需建设200个左右的停机坪。远期目标是到2035年，机场布局进一步完善，力争新建18个以上的通用机场，前区的通用机场的总数将达到58个，基本实现每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平均拥有1个以上的通用机场，航空服务覆盖前区95%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看到，将在2025年前建设完毕的新的通用机场列表中，差域、扎达、亚东、措纳、萨嘎、日土、波密这几个机场距离中印时空线非常近，能够直接支援我军在前沿一线的作战和战备工作。接着西藏自治区发改委又公布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及中长期铁路网的规划。那按照这个规划，到2025年，前区的铁路已建在建总规模将达到4000公里左右。到2035年自治区的铁路网总规模将达到5000公里以上，其中辅线的里程要达到1000公里左右。在“十四五”期间能够完工的铁路，包括新藏铁路日喀则以及佩布措段至和田段，通向尼泊尔边境加德满都方向的吉隆口岸的铁路也将完工。从地图上看这些新建的铁路已经将中印边境的西线和中线完全贴边覆盖，再加上拉萨到林芝已经建好的铁路，以及滇藏铁路的波密至林芝段，中印对峙的东线也基本完成贴边覆盖。这意味着3年之内中印时空线我方一侧全线都将被铁路线覆盖。让印度心惊肉跳的还不止这些我们已经在时空线附近修建了大量的战区战备公路，正在建设中的班公湖大桥实际上是 G695 国道的一部分。等到 G695 国道全线建成通车，中印边境西段也将完全被这一条高等级的公路贴边覆盖。上面这些规划里面与中印对峙热点有关的项目都将在2025年底之前建设完毕。那距今天不到3年了，这些大手笔的投资规划将彻底的改善中方在西藏中印边境地区的战场条件，完全弥补了过去我军在中印方向开展军事行动的短板弱项。四通八达的公路网、铁路网和航空网将为我军在中印方向的作战行动提供坚实可靠的
后勤支援。对于中方的这些建设规划，印度的反应自然是各种羡慕嫉妒恨呢。没错啊，这些基础设施都是双重用途的，既有利于促进藏区的经济建设，改善藏区人民的生活，又有利于解放军的机动部署和巡边控边。印度如果想继续挑战北方大国的耐心，请先盘点一下自己的实力，再敢轻举妄动，下场一定比1962年还惨。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